Hello，大家好，能听到吗？欢迎来到今天晚上星期日晚上的不是 GMT 直播我讲了 GMT 太多了今天晚上是直播是我们在YouTube 的直播老朋友新朋友进来也是打个招呼，告诉我你是在哪里的特别是新朋友我还不认识你的话徐小玲我就知道你在哪里了其他的朋友呢告诉我你是在哪里我下次旅游看看去哪里的朋友多可能考虑去那里多一点那当然也是欢迎大家，我们每次星期天晚上在这里做直播，好像是又跟朋友聚一聚了我们这直播是疫情的时候不能出去见朋友的时候开始的最近做了懒了一点，不是每个星期做的所以呢难得的机会大家进来希望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些好的内容给大家使到大家来了不光是朋友的聚会，也是能收获满满特别是 Rich 刚才我看过他准备的那些内容有很多的学习点那今天呢我们的焦点是放在美股当然了我们也是一样投票你们想听港股多一点还是美股多一点都可以来一个如果你想听港股多一点的话特别是我关注的10倍股多一点的话，可以打 A 如果你是想听Rich 的那些强势股多一点的话特别是策略不光是看哪一只股票现在应该拿什么号买哪一只，我们不做买卖建议的，但是呢我们有一些案例给你如果你是想知道背后的策略多一点等等等等那你就打个 B 那如果你想我个人觉得是 C 是最好的普罗大众最容易犯的错误不犯这些错误了，不光是美股、A 股、台股、日股，什么股票少犯错误，我们的投资回报就更好了我是投资了30多年，我特别喜欢就是观察普罗大众犯的错误看看自己有没有犯那当然了，我们的传统也是在这里是不会这个讲个别的股票的但是如果我们是够1000人的话那哇这么热闹这么多人捧场那我们也会回答大家感兴趣的一只股票。看看哪一个小朋友在做选择但是我们只有1个小时嘞，直播的时间有限了，对吧？你要进了 GMT 的话，我们4个多小时那个我们就讲了好多了，是吧？我看到 B 比较多一点 ，B 比较那好 ，C 也多那我们就今天讲 B 和 C 多一点港股、中概股等等等等，那就略讲一下好，那这里呢，我就recap重新讲一下。上次直播是2个星期前做的11月17号，时间过得好快眨眼就2个星期了上个直播的时候，我最后有邀请大家加入 GMT， 为什么呢？我真的觉得第一个是我花了好多心思来 update这个 GMT 里面我看好的2025年的10倍股我们从这个回顾了2022年我做的10倍股的那个 list， 那个10个10倍股有一个已经涨了12倍了整体来说还是做得不错的那当然了，有3个被我淘汰掉了，一个涨了超过12倍也毕业了，走掉了，对吧？所以呢，那个之后呢，我就加了4个新的这个 GMT 的股票不是 GMT， 新的10倍股进去是不是今天脑袋不行了？整是做讲 GMT 加了4个新的10倍股进去那是这是我上一次告诉大家的一个邀请因为我觉得我看过这个名单，我感觉不错嘞真的我不知道大家上次有没有来上次有来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你有没有来接受我的邀请来了这一个跑到这个GMT 里面来，对吧那我们在11月22号就是那个星期天的直播之后的星期五的那一个不要期待了，我们已经讲过了，对吧？我们在11月22号一口气讲了10个10倍股一口气当然其中有一个10倍股哇真的好开心讲的时候我一般来说讲的10倍股都是要非常低的
价格，一般是被市场错杀的，或者是被打压的黑名单啊、打压啦等等，也有些美股，也有些港股，美股或者是像 Lemonade 以前是被市场忽略的，或者是 Chromadex 这些被忽略的那现在当然涨了不少了，对吧？所以呢，我喜欢是在被忽略的时候看这个时候可能的它以后的涨的时候，这个潜力多一点，10倍的潜力多一点啊。一旦它已经被市场看到了每个星期都涨一点，每个星期都涨一点了，这个就到了 rich 的那个地步了叫强势股了，对吧？所以强势股是10倍股的其中一段第一段是被市场怀疑的第二个是被市场看到了这个就变成强势股了。那我喜欢是早一点的那这只股票呢，当时我就讲我之前也有这个业绩报告的时候也有看过这个何塞所以讲完之后短短的1个星期当然我为什么讲它还要赶在那个星期五的时候讲呢？因为我知道之后的星期二它会出业绩报告。那这个业绩报告出来的时候，我们要同学事先的部署而且呢，这个业绩报告一出来，我一看完也在会员区里面，我们的 GMT 会员区里面，这个 Peter 的 Fisherman 就是我这个在会员区里面的那个名字，告诉大家之前便宜到离谱，这一次业绩也是非常的亮丽，而且下一季度会转亏为盈。加上公司有一个新的 CFO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信号所以呢，我个人大家不知道眼睛好不好，看不看到我个人也在开市的时候冲进去，虽然又涨了一点了但是呢也是冲进去好多人一涨了15%、20%就要获利离场了，那人家不要的 take profit 我就要 take their profit， 我就冲进去又买多了一下不光是这样最开心的也是同学们GMT 同学们这个买了好多所以不要说哎呀七八八是不是要卖课程了？我觉得如果你的这个脚底下有一大袋的钱或者黄金钻石，我叫你捡起来了好像对不对？你不在的话，你错过的话我真的是做了好多的功课的这只股票也是做了大量的功课的所以好像哎呀做了这么好的东西要跟人家分享，你英文有一句话叫 I wish you were there 同学们网友们如果你是GMP 同学的话那可以打个招呼。我看到很多人也买了，有一些是我们也认识的一些 GMP 同学，有些错过的话那很可惜了那其实呢我介绍一下何塞不是很多人知道不像有些什么 NVIDIA 谁都知道了，对不对？那何塞是做什么呢？何塞是做激光雷达激光雷达就是我们现在自动驾驶它要有一个这个激光头那一辆车子呢如果是用激光雷的话，前面可能是最少2个后面这个前面一个后面一个，旁边左2个右2个，所以一套就有6个了有些是放在车顶的有些是放在这个底下的那当然激光雷达也有高级的，也有差一点的，对吧？高级的以后无人驾驶都是要用激光雷达的 OK。 当然呢特斯拉马斯克就说了我们摄像头就可以了等等但是现在整体的中国的电动车都是用激光雷达的激光雷达里面高端的激光雷达何塞基本上是领先的在无人驾驶的测试的头5家中国公司里面，它是包办了头5家，所以我可以看到这个何塞是非常厉害的那摄像头可不可以我们知道这个无人驾驶在要批准牌照批准之前要大量的测试的，那现在测试的头5家都是用激光雷达的，你一旦拿到了牌照了，不是说换一个技术就可以的，换一个技术要重新审批的对吧？所以你用激光雷达你用摄像头这个视像头来处理图案等等，都是不同的科技的方案。但是我个人觉得未来智能驾驶啦这个辅助的驾驶，现在小米车
百度的萝卜快跑啊都是用何塞的啊，还有好像理想也是用何塞的，总之有好几家是用何塞的啊。那他新签的日本公司啦、美国公司啊也有啊，就算美国说国防部说它是黑名单我觉得这个中国的公司最好现在的背书就是被美国国防部黑名单了就是说这个靠谱了，对吧？所以呢这家公司也正是它的黑名单。那时候被美国列入黑名单了，它的股价从10块多跌到了3块多那现在当然随着整个市场越来越多的公司来买这个来用这个激光雷达装激光雷达了，它的业绩它的shipment它的交货量是几百 % 的增长但是我个人预测当然有风险，就是突然之间人家不用了这个谁都不知道，但我个人觉得这个真正的这个激光雷达的那个普遍还没有来但是我们已经很接近这一个拐点了所以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意见Rich 有没有补充对这次没有技术分析怎么看它非常强势那待会我会更仔细的给大家看到现在的市况是一个怎么样的市况而我们现在来看呢它就是其中一个受惠的，就是它是一个中小型的股票那最近中小型的股票是特别的气氛是很好的那如果你是平时关注的都是什么 Magnificent Seven大科技股票或者是那些大股票最近呢它的涨幅也是有，但没有中小型股票那么的那么好的氛围所以在1个月前我在直播当中也有讲到，就是现在呢其实是一个气氛非常炽热的一个牛市当中，而更加多会受惠的就是一些中小型的股票那何塞包括之后你会讲到的几个股票它也是一些中小型的股票，它受惠了，所以然后它就涨了很多了所以很开心，就是我们做 GMT 的时候，好多的人都在留言区告诉我们买到了何塞了，赚了好多。这些图只是放了其中一部分，放不下了而他们也讲到 Lemonade 啦，还有 Chromadex 啦给大家也 update 一下 Chromadex。我们之前的当然在这个 GMT 里面有深度的介绍为什么 Chromadex 那我们在之前的直播里面11月3号的那个直播里面也有讲过这个时候是一个强势股我们Rich这个 strategy 策略就是要关注当时我觉得美股还在调整那当时已经好一点了，大选之前在调整，所以美国的大选之前在调整的时候Rich 就一直说要把握强势股，不要怕美股的调整那这个股票从当时从1块多涨到3块多，涨到6块多现在已经涨到7块7毛多了所以强势股真的是不断的在涨另外一个最近我们经常有直播里面讲到的就是 Lemonade Lemonade 呢当时这个上一次是11月3号的时候，对吧？讲完之后到11月11月十几号的时候，11月十几号，我记得是下个星期是18这个下一个星期一还是星期2的时候，我叫大家要留意它的投资会议所以这张图是在之前的 capture 的但是在11月刚才有讲过10几号那一个直播里面再一次提大家说11月18号之后的投资会议之后我们要关注结果是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看回上次的11月17号17号星期天的所以11月17号星期天直播里面再一次提醒大家要密切的关注11月18号它的投资会议然后我们看一下11月18号之后从大约是30块
涨到了50多块，30块涨到50多块，短短的2个星期内涨了多少？这60%多，对吧？也是啊，当然了，我在50多块，我一直有一点点的减持啊，因为Rich 教的嘛，要趁强势啊卖走一点啊，然后呢，我现在就放了很高的一个，我在学 Rich 的啊，现在是剩下那些就不断的。反正我的成本也是负了，所以我也没有设止损位，就是这个放在那里等它继续看了当然这个讲了这3个公司也是只是给大家 update 一下，千万不要听了一个号码什么和尚还能买吗？明天冲出去买因为你不懂下车的话好危险，好吧？所以要投资先求知没有车牌的先学再能去开车子，车子没问题，但是你要懂得怎么开。和尚没问题，装了激光雷达，你还是要驾驶执照的，所以 Rich 你要好好的快点学开车了要不然这张照片永远放下去了。同样的一样大家如果想学的话，没有车牌怎么办？我们的 GNT 就是一个高铁有每一个星期五开动载着全世界的人一起在全世界找这个投资的。机会还有评论每一个股票的，不是每一个我们关注的好多的股票的那些进展好了今天我的那个比较快update 完了因为 Rich 准备的非常多的好的东西给大家那走之前这个我交给 Rich 之前呢，再一次呼吁大家 Rich 那些会是非常精彩的，特别如果你想知道一只股票要我或者 Rich 来回答你一只股票的话，把今天这么有价值的直播分享到你的 Facebook， 分享到你的其他群组看看到不到1000人，好吧 Rich 好。那我们先一开始呢来回顾一下大势那我记得上一次呢，在2个星期之前，那一天收市的时候，美股是有一个看上去很吓人的一个裂口下跌。那这个是标普500，你看到是一个gap down， 一个裂口下跌。然后如果你看纳斯达克的话，哇，一个大阴烛。跌了2%以上那我记得当时候呢，也是很多观众朋友们在直播当中也有问，美股之后的走势到底应该怎么样呢？看到这样的下跌是不是要股灾了呢？那我当时候其实也解答到我们现在呢其实是没有这个必要去恐慌的第一，我们观察到一些强势股的表现是非常好的。第二，就是我们看到呢，虽然大势是有一个回调，但是其实只是回调到一个支持位那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图表里面的那个小的缩图，就是2个星期前我给大家讲到的。那现在呢，你可以看到股市是在这个支持位有一个支持，而在最近呢，也是有这个买方买盘把股价重新的带动了股价往上涨甚至如果你看中小型的股票你看 Dow Jones 已经是率先的突破了新高了这个股票市场好听你的话真的就在那条线那里停了一下，然后就上去了这个好像股票市场是，我不知道是股票市场听 Rich 的话，还是 Rich 的技术分析很厉害，大家可以在留言区写一下，真的就在那里停了2-3天就上去了好耶这个是一个概率的我们看的是高概率会发生的事情，就在那里边停了一下，这个也是 Rich有讲到了，上一次的顶就是一个支持位，到了支持位就上去了 OK 那我现在呢再补充一下，就是如果你现在来看这个市场呢你会感觉好像并不是这个气氛很炽热或者是如果你是就这样关注那些股票，好像也没有怎么涨你看 Nvidia 好像也没有怎么涨看什么苹果，看 Meta 它可能涨了一点点，但好像还没有涨这个气氛好像也不知道怎么样那其实这个关键就在于，如果你是买对了股票就像刚才七爸爸讲到的什么 Comodex、Lemonade， 包括和赛包括其实还有很多的中小型的股票我在 GMP 有更详细的给大家看到。如果你是能够把握到这些强势股的话，你会发现
现在的市场呢是非常的炽热啊，已经是牛气冲天的那种感觉了啊。那包括如果你看4个指数当中，那个上升的幅度最强势的也是中小型的股票啊，所以现在呢依然是一个牛市，而很大的概率呢，这个股市之后也是会持续这种牛市的一个走势啊。那虽然现在呢美股是在创新高，但我发现一个问题啊，不知道各位同学们你们有没有把握到这一次美股的创新高呢？如果你有的话或者是你没有，你错过了，也可以在留言区里面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但是呢，我关注到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美股已经在屡屡的创新高，但是为什么这么多人他们是没有把握到这个机会呢？我后来也想了一下然后呢，我观察到很多的散户他都会有一种行为，这种行为呢第一点就是 FOMO。那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纳斯达克过去3个月的一个股价图。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当中它是整体上是往上涨的毕竟是在一个牛市嘛。但是呢，在过程当中它并不是连续的每一天都在涨，它过程当中也是会有一些调整的，会有一些拉回的。而每一次呢，它都是拉回的时候那个幅度比较小，而涨的时候呢会涨得更高。所以呢，你会看到它每一次一底都会比上一个底部更加高那我们长话短说，我们来看一下那些散户。我马上做了一个现场的调查72%左右的人当然现在还在投票大家可以投个票做个调查70%左右都是在错过了。OK， 我们 OK 及时感谢大家的参与的一个我们这样现场，不是我们光说的，对吧？其实这里我觉得已经好了一点了，因为有一些 GMT 的同学在这里把握到，或者有一些 Rich 的粉丝有点把握到了，对吧？已经是好了很多了，或者是但是也是70%没有。如果你是有把握到的或者是你是看了 GMT 或者是你是在听了我的课程之后，你在这一次牛市当中是能够把握到的，你也可以在留言区分享一下。我们也是很高兴想听到同学们的一些，所以我觉得外面那一个百分比是更加不止这个70%的，就超过更高，对吧？更高的人更多的人没有把握到在这里已经是 Rich 的粉丝群了，已经高了一点了。 OK， 好那这70%的同学观众朋友们我就认为这个部分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大家好好听了这个给你们的解药来了。或者是你可以看一下以下我讲到的这么多人没有把握到的他犯下的错误，到底你有没有这种症状呢？你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可以留意到呢，每一次这个股市涨的时候他们就很 FOMO 感觉现在的市场再这样涨下去，我好像上不了车怎么办？那我现在马上的看一下市场哪几个股票热门的，我就去看一下。这个好Nvidia 这个我认识Tesla 这个我也认识好，通通的买。然后呢，结果发生什么事情你要知道美股并不是就一天持续的往上涨它过程当中是会出现回调的。结果你每一次在市场气氛非常炽热的时候你买进去，而它出现回调的时候你却害怕了你可能不知道在哪一些社交媒体或者是听了某一些人分析师说美国是不是经济衰退了呢？我记得在9月份的时候我们做直播当时候也是听到很多这样的声音是不是美国不降息美国不降息怎么办甚至有人说降息就是美国股灾美国是不是要股灾了降息是不是代表股灾？外面好多说降息就是我们还要做一集，就是说降息有2个可能，降息再加这个经济硬着陆是股灾对，降息但是不硬着陆这个是好的。我还记得我做过那一个。然后他们的记忆呢也是停留在上个月就是8月份发生什么事情美股好像是出了一个很吓人的黑色星期一
那一次的下跌跌了这么多啊，然后9月份又有一个调整了啊，他们就很害怕，或者是他们之前买了股票，现在跌了啊，他们就心慌了啊，或者是有些人可能鸵鸟了不看了，而其实在这个时候啊，我是这样跟 GMP 的同学说的，就是在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去把握强势股啊。那其实，在后来在直播的时候，如果你每一期都有听的话，你也会听到我是有这样说的啊。每一次啊，在美股市场啊有调整的时候，我也有跟大家讲到，长期我们应该关注的，就是那些拥有强劲基本面的强势股啊。那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其实啊，这个方法啊，虽然你在这里说是美股，港股都是一样的。1月底的时候，珍惜生命啊，远离港股啊，谁都不敢买啊。我们在 GMT 就哇，这是天堂啊，投资者的天堂哦。当时说对不对？买了之后涨到了9月底、10月初了，哇，现在是冲进去要买了 ，A 股要看多少点了？那个时候啊，我们当然有一部分套现了，对吧？啊，所以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好了，继续看你的美股吧。好，然后呢，结果在最好的时候啊，就你看到啊，那个大势调整，但是有一些强势股它表现得非常强势，当出现买入信号的时候，哎，结果你却因为害怕或者是犹豫了而错失了这个最好的机会。那你可以看到啊，这一次这3个月里面，不只是有一次的调整啊，我们跳回上一章，不只是有一次的调整，你可以看到我框住的那个部分呢，就是美股在经历调整的时候啊，包括最近也是的啊，那我不知道之后会不会很快有突破，然后股市又会继续的创新高啊，我不知道。而目前这一刻，我们只是关注纳斯达克的话，它还是一个调整，而中小型的股票，它已经是率先的比之前的那个高位要更高了啊。那好了，我们看一下，在股市跌的时候啊，那些散户啊，或者是那60%多、70%的人啊，不知道你们在过去的这几个月，你有没有留意到你犯了这个错误呢？啊，而如果你犯了这个错误的话，你是不是导致了你错失了最好的时机把握这些强势股呢？那如果有的话那就 Oh my God 很可惜了啊。有没有补充？有，我就是那一个经常美股一跌我就说美股的股灾要来了，美股一跌哇，美股已经这么高了，股灾要来了啊。大家知道7、800的话也是这样对吧？哇，美股这么高了，股灾要来了，跌上80%差不多了，对吧？但是呢现在 Rich 这个他的课程啊，我也有听了之后，我觉得他买美股啊，包括我也有跟着买一些美股啊，放心了啊。那为什么放心呢？因为他的风险管理做得很好啊，这个他会不断的往上调他的止损位，他是看信号设止损位的，而且呢，我最 impress 最这个在学到的就是他是看到股票市场的1、2、3、4的那个4个周期的循环，对吧？所以呢，一旦股票大跌了，调整了，真的这个牛市派对这个结束了，牛山结束了，股灾来了，泡沫爆破了它的那个止损位会马上保护到它的那个盈利它还是赚钱走的，对吧？因为之前一直在走一直在往上走牛山到最后是涨得最快的。所以呢，它有了那一个设置好的那个保护的设置自动的。我刚才看了它的那个手机，全部是自动的它帮我太太的一个 account， 她妈妈的 account 做好的，都不用看的，对吧？那我放心了。就亏的话也就亏就是其实亏的话也没有亏，真的大部分已经涨了，已经涨了，对啊，就涨了30%，就算它跌的话那触发了止损，那我只是少赚了10%这样，少赚了10%，也有20%几的那个回报所以呢，我觉得学了他那个或者是用了他那个方法之后就不用再错过很多的机会，而真正的这个牛山的机会是
很难得的，对吧？那当然了，以前怕哇美股是不是跌了之后会跌很久啊那就回到了所以学整套它里面说到了 Stage 4第4个阶段了第3个阶段看准了，第4个阶段就不要捞底了这样的话呢就会避免再踩下去，你会锁定盈利，它的那个整套系统锁定盈利，我也在看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值得大家这个，而且现在这个不是卖课程，但是它那个这个 Rich 的那个 Technical Analysis 技术分析不仅仅是外面的那些技术分析，外面那些技术分析我以前了解过很多都我没有 buy 嘞，我不是那么容易 buy 的了，对吧？我们 buy 这中文叫什么？不是那么容易就是认同的对我会挑战的，但是他那一套真的是也是他做出来的这个厉害所以现在还有优惠，就这样那你继续讲吧。我们继续讲吧好，现在呢，我们来回顾一下从8月份那一次的黑色星期一到现在的整体的美股的牛市，我们现在来回顾一下那这张图表呢有分成2个部分，上半部分呢就是整体的美股纳斯达克指数的走势。那你看到我用了红色的框住的部分呢，就是美股在经历调整的时候。那下面的股票呢，就是我们关注到的一些强势股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只股票就是 Palantir那如果你有长期跟踪我们的直播也好，频道也好你会发现在8月份的时候黑色星期一之后那1-2期的直播你去回看一下，其实我是很早的已经有关注并且我自己也有买到 Palantir那我自己在 GMP 的话是更早的关注了这个股票但这个就很久以前的故事就在这里不讲了，对，更便宜你最早是多少钱在 GMT 的时候讲的？去年多少钱去年我记得我今年年初的时候 updates 的一个报告就是16块嘛，16块 ，OK， 17、16然后在年中的时候我也有做过几次的短炒，然后也是赚的现在60多现在65 ，OK， OK 我们回到了8月份，我们来看一下 Palantir大部分的人呢看到 Palantir 他会想到什么？当时候好贵耶，我也是，好贵嘞，新高嘞，52周新高嘞。当时候美股刚刚经历完一个可能在他们眼中是一个大跌吧那调整了这么多只是有几天的反弹，但是呢却有一只股票它却破了50，就准备要破52周的新高了那我呢当时候也是马上的因为我做 GMT 嘛，我会需要了解它的财报，然后去做一些 updates。那我看到之后，包括之前长期跟踪了之后我是能够判断到它是一个强势股我自己呢在第一注的时候是在它公布业绩之后就买入了。你说最近的第一注？最近的第一注对。然后呢？当时多少钱？25块多。25块多。这里。然后呢，在那个星期我也在 GMT 有讲到这个就是我看到了一些信号它就是一个强势股，这个就是我长期放在我的 watchlist 里面会长期关注的。然后它现在呢，出现了一些买入信号好了，就算你错过了8月份的那一次调整，没关系，你可以看到它后续的走势是怎么样的。当大势还在修复失地还没有破前面的新高的时候，这只股票它已经在破了52周新高了而在9月份，你看到这里呢又再次大势出现了调整，但是呢Palantir 你看一下它的走势那我看到呢它的技术面是非常好的，它只是出现了一个相对温和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调整。并且呢它也在这个位置呢也是出现了一些买入的信号。当时候呢我在 GMT 也是有跟同学们说到这个位置呢
我也是看到有一些信号在里面的，那具体是什么？你可以去回去 GMT 那里去看啊，或者是我们最近是不是有一个影片有讲到 Planitia 啊，你也可以去昨天的那个对，昨天的 YouTube 的上传那个视频，你也可以去看一下。其实当时候呢，我也是看到有一些信号在里面的。好，那如果我们现在讲完了我们在 GMT 看到的或者是我用了我的技术分析看到的一个角度，我们现在呢跳回到一个散户的角度，如果作为一个散户，你看到 Planitia， 你会想到什么？太贵了，哇，太贵了！你看，这现在破了新高，怎么买啊？泡沫啊，很疯狂啊，肯定股灾要来了。我还是买一些其他的股票啊，没有涨这么多的股票啊，我去看一下。何塞了我们先不说那个，说其他的。开玩笑，我的 Planitia 就这样错过了。你在说我吗？这个我 confess。没有啦，那个时候你在去旅游，你忘记了吗？OK， 我在旅游。OK， 我们看一下，你如果那些散户觉得贵的时候它30块，现在它涨了多少？哇，这个我们先不说8月份我们从就9月份那边开始计算，3个月涨了150%，现在是。收市的时候，星期五收市的时候65块多。我不看 Rich 的那个技术课程，技术分析的课程，我一定说气性啊 ，crazy 啊，美股疯狂了。看了之后，我觉得还是推荐大家去看看，把握到这些机会，错过太多了，真的是。所以这个也是我经常说的你记不记得？就是我们要关注的就是强势股，并且呢，强势股它也是可以逆势而行就大势在调整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留意强势股。而当大势修复失利的时候，这些强势股呢，往往是能够比大势更早的涨，或者是更早的突破新高所以如果你是有兴趣去学习和捕捉这些强势股的话我真的非常建议就是那个技术分析的课程。你一定要把握，而且是 Rich 的，不是外面的不一样，外面那个不一样好了，如果你9月份错过了这个机会，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那下一个股票呢？同样也是强势股，同样它也是在大势在调整的时候就外面很多人在说在9月份的时候说，哎呀，美股美国经济会不会衰退这个大选前，当时我记得大选前的跌的对，但这个是9月份还没到大选之前OK。然后呢我们也是看到一些信号，看到它就是一个强势股，然后你可以看到在调整结束的时候，这个股票它是能够率先的突破，并且突破新高，然后我也在这个时候买入的我第一注的时候在这里买的然后你看到大势在调整的时候，它甚至是能够逆势上涨那就说明它非常强势当然我并不是教大家什么股票它涨了你就去买什么股票创了新高你就去买这样是不行的，你也是要看它有没有一些强势股的特征，并且也要看它有没有一些买入信号。当它有这几点符合的时候，我们就是果断挥棒的时候。而什么时候是最棒的挥棒的时候呢？就是在大势在大众觉得现在是不是一个经济衰退的时候在他们恐慌的时候，恰恰就是最好的挥棒的时候。我一定要加多一句这个 Rich 的那一套一定要学全套，因为如果你做漏这一点的话，我就很担心了就是一定要做好 downside protection。跌下来的时候你是要及时的做好所以冲上去，所以Rich 经常讲的嘛 ，risk and reward，risk and reward。你赚的时候赚30%、40%、50%输的时候你是输5%、6%，你就走了，对吧？
啊，你不设那一个的话啊，这么高了啊，真的是不敢追啊。但是如果你学了它那个设置啊，而且它那个设置止损啊，不是很简单的就设一个止损，它会移动的止损啊，它会教你怎么设一个移动的止损。这样的话啊，再说啊，怎么样sell into strength，怎么样 sell into weakness，配合来用的话那我就放心了，就这样啊。要不然的话，你没用的话，真的一下跌的话，就回到了不懂下车的话啊，这么高位跌下来会很危险的。所以我还是要负责一点告诉大家。我还记得一点啊，就是这个呢，只是在目前现在的牛市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策略啊。当然，你不要听到我讲到了强势股啊，在调整的时候就是一个最好的买入时机，然后你就死记硬背的记着这个话，结果你到了市场逆风、市场调整的时候啊，甚至是在一个熊市的时候，你就进场啊，那这样会死得更惨。所以呢，如果你是几年后回看这一支视频的或者是你听这个视频的时候是在一个逆风的时期你就要注意了就是在那个时候有不同的策略，包括你现在听到的这些策略，在市场改变的时候，你也是需要改变你的策略，而并不是盲目的去购买。对，大的框架还是选股五部曲，对吧？你的股票的周期、行业、个别股票，然后是技术分析啊，所以五部曲啊是顺着次序的，不能断章取义拿出来的。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当时候9月份我们把握到了这个强势股之后，它又涨了多少？这个好像没有那么好啊。因为刚才 Planta 涨了超过1倍，这个就感觉比较一般啊。3个月它最高涨了超过90%啊。那我自己呢也是套现了大部分那剩下的就是一个负成本就让了它它涨多少我就赚多少作为一个额外的 extra bonus 它就算跌到0了我也是就对我来说不痛不痒的因为我现在已经是一个负成本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机会了这个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大家认识的可能就是SMCI 股王嘛，今年涨了好几倍，曾经涨过好几倍。这个股票它同样也是涨了好几倍，并且在这一次的一个调整当中它有出现一个机会的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人他看到大势调整的时候但是另外一只股票它创了52周新高他可能就觉得哇好贵这个股票还是算了吧或者是他甚至不敢去在大势调整的时候买股票，而其实这里呢，它也是第一，它符合强势股的特征；第二它在这一天也是出现了一些买入的信号那如果你在那个时候，在9月份调整的时候，你是恐慌的，你是犹豫，没有这个机会把握强势股的话，你又看一下，它9月份调整完了之后，到现在，它最高的回报是就接近3倍293%，接近3倍的回报。如果你在每一次大势调整最棒的挥棒时机，你都错过了倍升股的话，你看一下，在短短的3个月之内，你错失了多少的机会？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这个是不再是9月份了，这个是左边的这里是10月份的调整，这里是10月底到11月的调整就美国大选之前当时候我也是记得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大选之前有好几天的连续下跌，然后呢市场又开始恐慌了又开始我不知道听了什么新闻或者是听了某一些分析员在讲就什么川普当选了，美国要完蛋了，你记不记得？太多了，还是我都不听了。对，看到美股跌了，就开始有一些末日论了这个我当时候记得非常清楚的。结果呢我们在10月份这里调整的时候，看到了一只强势股这个强势股就是 Reddit
这个呢我也在 GMT 里面有分享到的啊。那在这个位置呢，我也是看到了一些买入的信号啊，我自己呢是有把握到的啊。然后我也看到有一些同学也是他凭着自己的功夫做了功课之后，也是在这里有买到的啊。那我们再跳回散户的角度，他听了这些末日论的新闻在美国大选之前他可能很害怕，不敢去买股票。我记得11月3号的时候那一期直播刚好就在这个美国大选之前我记得当时候也是很多人可能很迷茫，到底现在的美股怎么样呢？而如果你是有关注强势股，并且你是学会技术分析的话你可能就像我们一样能够找到这些倍升的股票。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 Reddit 呢，在10月份这里出现了买入信号的时候，我自己在这里买入的，最高从这里到现在是涨了超过129%那也是一个很好的回报了2个月翻倍那甚至我看到有一些同学是在后面这里的时候买入也是非常厉害他也是在这里加注了，然后买了更多，赚了更多七爸爸有没有补充？没有。OK 我们看一下同学的留言Still learning technical analysis OK 那在这个回顾里面我想给大家看到什么呢？其实在这3个月里面它是这个市场当中是有很多很多的股票它是涨了好几倍，甚至是有一些是我觉得是 crazy 的它可能最高是涨了接近10倍的而如果你是那个散户，你在8月份到现在你可能很害怕或者是你错失了这些机会那对你来说你可能没有什么损失，对吧？我 hold cash 我也没有损失太多，但其实在这个市场当中有一样东西叫做机会成本如果你是在过去这3个月里面你错失了这些倍升股或者是强势股的话，其实你每一天你都亏了多少的机会成本呢那这里呢是我过去列出来的其中几个股票每一次在出现调整的时候有出现的一些强势股的机会当然现在这些强势股已经是涨了很延伸了已经是没有一个买入机会了。你也不要看到这个图表明天星期一开市的时候就冲去这里每个股票都买一点千万不要这样。我们这里只是做一个学习的案例。还有一点就是买了还要设止损位这个是最关键的。就算你在涨，还是个强势股，找到 rich 的那一些强势股再买，你一定要懂得下车，这个是关键的。我还是要强调一点。当然，我们这里就是作为一个学习的案例，下一次出现调整的时候然后那一批的强势股是不是 Playtime， 是不是 ServiceNow我现在不知道。但下一次有出现调整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的会找到下一批的强势股，然后它可能也是比大市早一步的突破新高，然后再赚了很多很多的利润所以如果你是越迟学习的话，其实你也是会错失越来越多的这些倍升股甚至是如果你不学习，那你很有机会就是在下一次的调整当中，或者是你是那一批FOMO fear of missing out 看到股市涨了而觉得我好像不买我就错失了机会然后结果等到调整的时候就被割韭菜了那齐爸爸有没有补充？没有所以呢最后也是邀请大家如果你是想把握这些强势股的，你是想学习技术分析的话也是来报名参加我的技术分析的课程并且呢我觉得在这里呢也是要讲一下现在呢已经课程接近完成了，而
第21天的直播呢，已经是定好了在下个星期啊，所以呢，你现在报名的话，还有最后几天的一个非常非常疯狂的优惠，错过了这个优惠之后呢，你可能之后报名回到正常的优惠可能是正价或者是一个正常的优惠，对，你就再也没有办法把握到这个 crazy discount 了啊。有没有补充？没有补充。我觉得这个学费还是付成本的啦，大家都学了之后，在股票市场里面有这么多的机会，但是能便宜一点的还是便宜一点，对不对啊？能够省下多点优惠的话，省点钱的话那还有一点就是现在我觉得你要看了他的课程的话，你的那个风险管理，我觉得是特别重要。你在21天里面有几天的是风险管理？对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第18天之后的就是讲到风险管理的部分。对，当然在之前在第14天、第15、16天那里也有讲到卖出股票的部分。那在那个部分呢，也会讲到一点点关于风险管理的对，那几天的课程，其实法就觉得物超所值，对不对？对，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把这几天看好。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在第21天直播的时候好好的问清楚，问到你明白因为真的是你学会了之后，你就可以够大胆一点了，对吧？刚才那些美股在调整这个强势股又在52周新高，好像不敢进去，所以要学好这些这个风险管理。这样的话，你大胆之后有这个叫不是说怎么说是一个有计算过的那个风险有计算过的风险，而且你知道最多是亏多少钱的话，那你就能把握到这个整天我们讲的 risk and reward， risk 要远远低过 reward， 而且是计算好这个 probability， 对吧？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个成功的，这个长期做的话是个成功的一个模式methodology 了OK，so 把握机会啦 ，OK 今天还有几分钟大家还有什么想问的？现在就没有1000人所以没有1000人个别股票刚才不问不讲了，有人讲到一些个别股票，我们就不讲了。1000人才讲 ，OK， 那我觉得就这样吧，OK， 大家也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感谢大家的时间了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